刚才的古城影片很美，但如果我想做成一支带有文宣影片的風格时，單獨播放時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。如果你有用 AI 做過影片，是不是也有過這種感覺？剛做完一支影片，畫面其實很美，但你心裡總覺得好像還差了點意思，它像一段素材，卻還不像一支作品，少了一層包裝，少了一層高級感。先別急着重做，問題不在你的影片，問題是它還沒被套進對的模板。今天我們就要來運用一個大家常用的工具 Canva， 就像把我們做好的片段做了一些包裝，讓你的影片立馬變得超有氛圍感。除了能在短短幾分鐘之間讓影片從素材變成了文宣，還能一次讓標題、轉場、節奏全都自動到位。所以今天我們一起快速走一遍流程，用 AI 生圖、生影片，再套進 Canva， 讓一支普通的影片頓時升級成質感作品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現在就開始。首先我們可以打開 ChatGPT 或者是任何我們用的順手的 AI 工具，貼上我們的提示詞。比如我現在要設計類似景點或城市的特定目標導覽影片，所以我就告訴 ChatGPT 我要做一支台北城市導覽的短片，風格定位城市探索，還有外國旅客介紹等等。那我需要5個景點跟對應的圖片描述，包括台北101林家花園、台大商圈、夜市以及象山步道等等。我們就送出，很快他就幫我整理完了。他搜尋了一些網絡的資料跟圖片，給了我一些基本的提案，給了我5個景點的圖片描述。那我現在就是直接讓他幫我生成第一張圖。好，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生成完了。第一張就是象山步道的夜景。那之後我又依次讓它生成它幫我們規劃的每一張圖，所以這些都 AI 幫我們模擬的圖片，都不是實景拍攝的。這是林家花園、台大商圈、經驗紀念堂，現在已經改名了。還有夜市的小吃。接下來我們需要把圖片變成影片，所以我就下了一個提示詞，把它之前的每一張圖轉影片的提示詞提供給我中英各一版。很快 ChatGPT 就把這5個分鏡的圖轉影片中英提示詞各給我一版。那我們一樣來到 Google Flow， 點選新建項目，選擇使用 Omni 編輯視頻，先上傳第一張圖片。上傳完畢之後，我們就把 ChatGPT 給我們的圖轉影片提示詞複製下來，然後貼在 Low 的對話框裡。在右下角這裡確認我們要生成的尺寸是16:9，使用 Omni Flash 生成的影片是一支，然後選擇保存，然後把提示詞送出。第一支影片生成完畢了，我們來看看。我覺得效果還是很唯美的。那我們就接着來把每一張圖都上傳，並且生成影片。完成了每一張圖片的轉影片之後，接下來我們就要到 Canva。到 Canva 平台之後，首先我需要找一支寬高比也是16:9的影片範本。這裡我可以選擇影片，然後輸入一些關鍵字，比如我輸入景點。好，那我決定選擇使用這個亞洲美食之旅這個模板。點擊進去以後，再選擇自定詞範本。我們可以在這裡把影片縮小，把軌道攤開來看，就可以看到它有疊了很多層的軌道。我們還可以點選左邊的範本，再導入更多類似的範本，添加場景。因為我總共有5個分鏡，所以這短短的15秒肯定是不夠用的。我們可以看它左邊還有很多類似的影片範本，那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類似的添加進來。
好，比如我要添加這個，我就點一下它，然後按一個加號，它就會主動的加在新的時間軸裡面，以此類推，每一幕我們都可以把它加進來。接下來我要把剛才我做的影片上傳，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改造一下它原本的用字，比如說它這個影片部落格就可以改成，我可以直接點選這個畫面上的字，直接做修正，比如我這裡打台北景點精選，我把標題改成城市探索系列，這個普吉島我可以改成新北市，這上面的每個元素都是我們可以直接修改的。然後我們來找一下可以替換片段的位置，應該是這個軌道。好，那這邊只有大概6秒的時間，那我的影片是8秒，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影片的時間拉長，先拉長到大概8秒，然後這些相對應的元素也都一起拉到8秒的位置。這個時候我們要來做替換，比如說我第一支影片先放鄰家花園，就把它放進來。好，我發現我沒有辦法直接把影片放進來，因為它會出另外一個影格，所以我們就按上面的復原。所以有個地方我們可以按一下右鍵，選擇分離影片背景，把影片獨立出來。那我們再把這個影片拖移進來，就可以做替換了。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哦，一開始的前幾秒就把我的影片成功的替換進去了。好，接下來後面的格子也一樣，所以我們用 Canva 編輯影片的時候，其實我們可以不需要看它這麼多密密麻麻的軌道，會覺得好像畫面很混亂。只要把時間軸拉到相對應的分鏡，我們可以直接在熒幕上點選就辨識，這是最快也最方便的方式。像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希望胡志明市這個我把它移除，那我們直接按 Delete， 它就可以被移掉了。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加上你想要的元素，但這裡目前我就先把它留白。我們可以針對每個分鏡都做同樣的調整，比如說到了這個畫面，我們只要找到主片段，然後替換成自己的片段就行。那這邊是點按一下它之後，它這邊會出現描述。那我只希望它停留在大概6秒左右，所以我們就讓它停在6秒。這個部分也是大概6秒的时間。那我們這邊就大概往前移到6秒的位置。那我們先找到我想要替換的片段，比如說我想替換這個紀念堂的片段，上面這些元素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圈選起來，一起拉到同樣是6秒的長度就可以了。如果說我們要編輯畫面，就把它放大播放的畫面，那我們這邊可以再一一做調整。像這些地名，如果有些元素你不需要，就可以直接把它取消，再重新做一個調整。好，這邊就簡單打個台北景點，大概看一下。然後最後一個邊段我放象山的一片，大概就允許它維持在7.5秒。這裡的元素我們就一起圈選起來，同樣把它調過來，把7.5秒的位置啊，比如說我想要改掉它的標題，那我就點選這裡，把它改成從象山看見台北的心跳。比如這裡的字太近了，我們也可以按上面的設定去把行距拉開。我們也可以做個動畫效果，比如點選這個文字，然後選擇動畫，它就會出現一個個字掉下來的動畫。最後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音效，那我不喜歡它原本這段音樂，我就把它移除，按 Delete 鍵，然後點選新增音訊。我們可以選擇音樂與音效，但也可以在這邊錄製自己的配音。這邊會有一些我們可以使用的音樂，它這邊會有推薦。比如我想要使用這一首，點一下這個右邊的3個點，它這邊有寫說是可以用於商業用途的，那我們就把它加到這個音軌來。原本的這個我就把它移除，按Delete的鍵。我們可以試聽一下。那這裡我想要加一個心跳的音效，我們來找找看有沒有。那我們就把它加在下面這裡，維持的時間大概就是幾秒鐘。所以這裡我們可以分割，那後面的地方我們就可以 Delete 掉了。這個地方我希望它聲音明顯一點，可以把它的音量拉高。我們可以點選這個音效，往上有一個音量，點選它，我說現在是100，把它拉到300好了。這裡可以把它折疊起來。現在總長度就是38秒。還有一點忘了說，我們不會希望它的影片是突然聲音戛然而止，所以我們通常會需要在音樂的部分做一個處理，讓它漸漸消失。所以我們可以點選音樂，點選右邊的3個點，選擇淡化，大概會拉到2.2秒。然後我們就隨時可以推這個時間軸，
重新試聽跟新播放。好，我覺得在這邊停止，感覺好像少了點什麼。那我們就從範本裡面再找一個可以當結尾的最後一幕畫面，所以我們就點選範本。我們可以來找找看有什麼是可以使用的，比如我把它加進來，我們把時間軸移到中間。好，那假設我覺得它最後一幕外國遊客可以保留，那我就只需要改這個題，我們改成下一站你想去哪裡，長句調整高一點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音樂，它會自動自己調整成配合影片長度的時間。它原本的這個音訊我們把它移除。那因為我本來的影片它是有音效的，但是因為我們把它套用到這個模板，所以它的音效消失了。那我們可以點選這段影片右邊的3個點，然後點選截取音訊，讓它把它音效獨立出來，然後我們再點選右邊的3個點，我們可以調整，我們直接點上面的這個音效，那我可以把它調整到200。好，我们來聽聽看，它那個鐵板的聲音就出現了。這個音效是我要保留的。一切都完成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匯出了。點選下載，確認是 MP4 檔，點選下載。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成品吧。看到这裡，有沒有覺得其實做一支質感短片其實也沒那麼難？如果你對 AI 影片製作有興趣，記得看看我頻道裡的其他影片，我也會把更多提示詞、流程、案例和工具分享放在我的 Patreon 私群裡，期待你的加入哦。最後天熱了，再附上一支冰涼的汽水短片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關注我，我們下次見。现在下单，把爽感带回家。